事关台海，中日开启唇枪舌战模式。无意间，日本曝光其最大弱点，中国要抓住这个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吕哲。可能是因为主办 G7 峰会的缘故啊，日本最近有点膨胀了，不仅出台了打压中国半导体相关产业的一个出口管制啊，在台海问题上变本加厉，不断鼓吹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那套说辞。前几天，日本自民党举办了一场有中日双方官方人员参加的会议。果不其然，在这场会议上，日本又一次挑战中国底线。会议上，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前防卫相小野四户田表示，军事解决台海问题是国际社会的重大担忧。很显然，这又是指责中国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那套说辞。台海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内政啊，不是他国可以指手画脚的。为了纠正日本对台海问题的错误认知，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孙建国在会上演讲时打了一个比方，他说，如果中方说琉球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，要让琉球独立，日本你作何感想？一个简单的比方，效果出人意料，日本官员那是当场破防啊！部分日本议员情绪相当激动，当即表示绝对不会独立。于是，一场唇枪舌战就此展开。我看到有部分国内的网友说孙将军的例子举得不太恰当，因为说台湾本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，而琉球这不就不属于日本啊？所以你应该举例子，用日本4个岛上的地盘来举例子。但这个观点我不太敢苟同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如果用日本自己的地盘来举例子，他们根本不会有任何反应啊，因为谁都知道这4个岛它是绝对不可能独立的。但琉球就不一样，这儿还真有可能独立。当然啊，有一点必须提前说清楚，举琉球的例子并不说这就与台海情况类似，二者当然是截然不同的，但是目的在于警醒日本。事实证明的是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！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是不可能有所醒悟的，但中方打的这个比方，也让日本暴露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，就是关于琉球的归属问题。琉球的事儿，我们确实应该跟日本好好掰扯掰扯啊！一方面，日本占有琉球，它就来路不正。历史上，日本对琉球的占领就属于殖民性质的，琉球长期都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。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之后，琉球王国还曾派密使到中国来求援啊。那当时是大清逐渐衰落，也没能救琉球百姓于水火之中了。那到了2战呢，日本战败，仅能保留本土4岛的领土。琉球更不属于日本了，只不过美国将其私相收受给了日本，才让日本拥有对其的控制权。但从法理来说，琉球依然不是日本的。另一方面，不少琉球本地人也渴望摆脱日本，寻求独立。几十年来，琉球人一直没放弃独立的主张啊，时常能够看到当地人举行示威游行，要求琉球独立。前不久还传出消息，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还想来访华，那与中国加深交流。在外界看来这就是琉球人向自己的邻居来求援，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来逃离日本人的掌控。所以说现在就是解决琉球问题的最佳时刻。50年前，美日是不是在琉球归属问题上私相收受了呢？现在琉球到底属于谁？是否有权独立呢？美日应当在尊重琉球人的前提下，给大家、给世界一个交代。好，今天吕哲观察就是这样，下期再见。